假如有一天太阳不再升起，你会度过怎样的一天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场景就像永远不会结束的梦一样，梦境。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挪威特罗姆瑟一个现在太阳不升起的地方，现在是中午11点半。你看我这个身后，11点半啊，蓝调啊！我的天哪，这是一点太阳都没有。今天呢是一个阴天，所以就是光就更暗一点。结束了上一集，在罗瓦涅米为期4天的极夜适应期后，我们来到了北纬69度的挪威特罗姆瑟。这里的太阳从11月末落下，直到1月中旬才会再次升起。因此，即使是中午12点，整个城市看起来也像是还没睡醒一样。拍的用长焦是吗？对啊，我拍不清楚哎。我们呢刚刚来到挪威，今天看我们要开这么远的路，到一个叫做森加岛的地方。那个岛非常的漂亮，它的那个峡湾和它的山是非常有特点的。我们到那边去会住一个旁边没有任何其他屋子的一个小屋子，先感受一下，在极夜的时候，如果你真的住在一个乡下，一个那种荒野里面，住4天是什么感受吧？4天。大家看，就只是停车在路边随便的一个停车场，都这么的有氛围，我真的太爱了。哇，这就是极夜吗？现在是下午2点钟哎，作为一个喜欢摄影的人来说，极夜是对我来说有着莫大的魅力，意味着你也可以看到非常长时间的蓝调。但是如果是生活在这儿的话，确实，你觉得能习惯吗？而且我觉得没有镇子了，前面一片漆黑呀。我今天就没有见到太阳，我觉得喘不上来气的那种感觉。我可能想要回去吃点维生素。这就是我们的房子。哎呦，我们这还有院子，还有柴房，这真的是我们的大 house。哇，为什么你如此的开心？现在是晚上8点钟，我们终于抵达了今天晚上的 Airbnb。OK， 现在我们来到了玄关，你可能会觉得现在画面有点暗，但是我的直觉以及我订房时候的那个图片告诉我，我应该先关着灯进。所以这边呢是走廊，走廊门口呢，这边有一个巨大的洗衣房。哇，设备好齐全啊！这是什么？居然还有雪鞋。然后呢，这边是堆好的木柴。然后当我们走到客厅，这是我订这个房源的原因。它的客厅呢，正对着峡湾。然后现在是夜晚的情况，它有2个星星灯，然后中间还点了2个蜡烛。哇！然后我们看看这边，我稍微调亮一下，大家可以看清楚。这个室内的样子，就这种很挑高的这种大玻璃的房间，就让我感觉很棒，特别喜欢。所以从这边看呢，我们的客厅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这边是厨房，它居然还有第2楼哎！哦，一进来是一个英语加挪威语的欢迎的一个留言簿。我觉得这个厨房的配置也很高哎，而且就正对着大海，我还从来没住过这种开放感的房子，不敢想象等明天蓝调的时候在这边做饭会是一种怎样的光景呢？我真的好喜欢这种氛围感。怎么样，你喜欢这房子吗？小螃蟹还难受呢。对，我痛苦。等你明天中午起来被蓝调治愈吧，我要去点柴了。
壁炉点着了，在这种北极的寒冬中，觉得尤为的有这种氛围感。然后现在我刚刚看外面是晴的嘛，所以我现在出去看一看，能不能看到星星和极光。出来看一下，哇，天气变这么快吗？我还等着看极光呢。现在才晚上8点半，但是已经感觉过了好久的夜晚。说实话，现在会觉得自己的这个生物钟有那么一点点乱掉，对于时间的这个感受感知会变得奇怪。这趟旅程的起点来自于我对极夜一种说不清的向往，或许和我 INFP 的性格有关吧。在极夜里，没有日出提醒你开始，也没有日落催促你结束，时间的流逝和外界的声音一起变得模糊。我开始感受到一种奇妙的边缘状态。在这里，时间不再急着向前，我也不必为了日出日落的光影而奔波，只是安静地驶过峡湾，待在房间里，看着火光跳动。也许我在这里找到了一种被允许安静存在的方式。噔噔，大家早上好，现在呢是早晨的9点钟，天亮了，当然是这种蓝蓝的亮。然后现在我们这边能听到海浪的声音，哇塞，这个氛围感好棒，太绝了。然后我们隔壁还有几个人家，昨天晚上来的时候是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到了今天早晨居然是这样的，哇塞，好梦幻啊！哦，我觉得极夜这种状态，就想待在房间里哪儿都不去。我觉得在我的旅行生涯中，像这种放松的时刻好像从来没有过。因为你知道太阳它也不会升起，不会有 golden time， 也不会有大晴天很好的光线让你去拍摄，反而我们今天就选择留在了屋子里面，去看着这个天光能够亮到什么程度，去观察，然后去感受。现在这一刻就特别放松那边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深处，然后这边能看到峡湾、高山，甚至还有结下来的这种冰瀑。这家民宿的主人也太会享受了，在海边竟然还有这样2个木凳子，中间有个火堆，可以在这边烤篝火。然后这里其实是一个小小的私人港口，可以把你的皮划艇之类的划进去。所以呢，我们房子在这儿，不仅仅是房子里面，就连前面这一整块大大的海滩都属于我们。你可以听见海浪的声音，你可以看到挪威的峡湾，你能听见鸟叫的声音，闻到海水的味道。然后现在带大家看看我们的前门这一块，就超棒的这个木地板，这边是堆了好多柴啊，房东是不是怕我们在这冻死？你看他这堆了多少柴？怎么样？你喜欢我找的这个房子吗？喜欢。有多喜欢呢？你都能看到大海，感觉整个人特别不一样
哎呦，这个很像偷来的时间，就是好像太阳不会升起，你也没有那么多急切的想要完成的事情。你看前面那个山，它结了一条很大很大的冰布，哎，它这边有望远镜。你在干嘛呢？这个吃海瓜子儿，北极甜虾。哇，我每次看着好美味哦。我每次来都会吃这个，像瓜子儿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就待在房间里，哪儿也不去，嗑个海瓜子儿，看看电影，看看风景，看看《怪奇物语》。没出呢还。我来看一下这个 Sky Guide 啊，太阳在哪儿呢？太阳这个前面这个地方，你看它一直是在地平线的下方，它永远不起来。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天气，日出，大于7天，今天无日出，第一束光超过7天后，你看它都不显示。总日照时间0小时0分钟，现在是12点45分，能感觉到窗外的光线慢慢的又变暗了，又开始发蓝了。现在又要开始慢慢进入黑夜了。对，在 Airbnb 里经常会有这样的留言册。咦，我可能要在这里留下第一个中文的留言了，好可爱。会话听得不错。这几号啊？看看那是什么？这有入侵者！驯鹿！有入侵者来了，哥们儿，它不是野生的，它耳朵上有标记呢。Thanks， 你能不能采访一下他关于极夜的感受？你好啊，极夜里边的生活怎么样啊？他在上厕所。哦，那你哦。现在呢，我们去海边烤个篝火。我呢，就是带来光明的使者，小螃蟹。啊，这可能没有那么好点哦。灭了，等一下。要着啦！哈，我就说吧，厉害吧？你把那个块儿点在里边了哈。对，你知道，像极夜的话，整个天都是暗调的，都是蓝色的、冷色调的。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需要暖色的光源。我就是光的使者。除了提供温暖，还能治愈心灵呢。飞这么远来这儿烤火呢？现在3点钟，天基本上黑了。小螃蟹做起了晚饭。难以想象，我们买到了脆皮五花肉。今天晚上吃烤鸡。哎呦！哦。它的五花肉兄弟也能一起加热一下吗？真是太香了，这里。
他在舞动哎。你知道吗？这个场景特别像 Hawkins， 但是 Hawkins 不是红的吗？这里是绿的，就是要想起来那个音乐了，噔噔。你记得那个音乐怎么哼吗？现在是晚上的9点11分，天已经黑了6、7个小时了，就来到真正的极夜后的第2天，我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睡眠状态不太一样，我能明显感觉到自己变得更加的嗜睡，就是你会困得很早，可能会有点没那么有精神，倒也不是说整个人的心情就不好，而是就会有一点那种down的感觉。所以在这种环境下，真的你需要非常规律的去保持自己的作息，然后甚至还需要借助外部的，比如说北欧人就会吃鱼油。除了鱼油，这里家家户户都会在窗前挂起这样的星星灯，它最早被认为源自圣经中的摩拉维亚之星，象征指引、方向和希望。而现在人们通常在11月底点亮它，一直亮到2月，直到极夜结束。它不只是装饰，更像是北欧人对抗黑暗的一种方式，不只是为了照亮房间，也是在告诉彼此，在这片黑暗里，这里仍然有人在生活。而为了更彻底地感受极夜，我还尝试住进了一家完全没有水、没有电的房子里。我现在到达了我今天晚上 Airbnb 的入口，如果我没有弄错位置的话，应该就是这儿了。可是它这个门口是一条这样的土路，车开不上来。现在我其实是打了头灯在走，因为这边并没有路灯，完全的融入自然，融入极夜。我跟我的房东约好了今天晚上5点钟在门口见，但是他好像还没有来的样子。他来了。Hi, hello. My name is Lars. Hi. My name is G. G. Yeah. G. Nice to meet you. Will you be sleeping here tonight? Yeah. Sure. Yeah. That's why I come here. Yeah. How long have you been in Tromsø for? A week. A week. Yeah. All right. 哇，太特别了。It's a bit slippery. I was putting some sand down earlier today, but Oh, it's a big house. I was here earlier today to make it ready. Made up the heat. Okay. And also I installed Oh, nice. battery lighting. How long can it be light?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Yes. Oh, super warm. Oh, should I keep the fire continue to the tomorrow? Yeah, to keep it heated in here. That's the bedroom? Bedroom. Yeah, I'm a bit proud of this because I installed it today. Ah, So I have lighting in every room. lovely. So no toilet here? No toilet. So just in the wood? It's an outside toilet. 我们现在正在去厕所的路上。Nice. Really special. Nothing noise. Yeah. So Really it's all excited. quiet. Are you from here? I am from Finnmark and even further north. I saw many Airbnbs like luxury, but this one I think really special. Without the electric, so I think the best place to experience the polar night. Yeah. How long you staying here? I have been here for almost 10 years.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连续1周没有见到太阳了。对于极夜的感受也慢慢从兴奋归于平淡，所以我很好奇地问房东，他们如何在极夜中调整自己的状态。I grew up with no sunshine, so where I came from also there is a dark season. I think you get used to it in some way. You sleep longer. Oh, you need to watch a lot of football. And also you go for a run, training, lifting weights. It's a rule that every
month that ends with an R, you have to take tran it's the liver from the cod to get with vitamin D. So every month it's from September, October, November, December, January. So that's a rule. 除了这些，房东说最重要的就是运动、工作，保持生活的节奏，不要想太多去对抗极夜，而是接受它，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送走它后，我开始尝试享受黑暗。现在这里真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了。小螃蟹呢，因为他有一些工作要处理，所以他现在就住在40分钟不远处的市中心。而我呢，将独享来真正的深度的感受一下极夜。我第一件事儿，最重要的是，我还是需要光。Tom Cruise 就住在这么一个没有水、没有电、很原始的房子，你真的就像是回到了小时候老家里面的那种感觉。我老家就在农村里，在一个半山腰上，那边取暖真的就全部都是靠柴火，包括做饭也要靠柴火，没有什么天然气，还要陪爷爷奶奶去山里面砍柴。现在就像是回到了那个时候的那种状态一样，好像不会去想很多东西，你反而就是很简单，点火，然后看着火焰在这边跳动，你听着火焰的声音、风的声音、柴里面噼里啪啦的声音，就觉得够了。真的，这个是现在我们现代人很少有机会能体验到的事情，就更能体会到曾经好多年前生活在这儿的古代人们，他们在极夜的时候看着窗外是怎样的感受。感觉今天这外面的天像是我好恐怖啊！极夜有一种让世界慢下来的魔法，可在这样的环境里停留久了，精神也会像眼前的海面一样，逐渐变得模糊而混沌。于是我想起房东曾对我说过的，我们决定去登一座山，找回身体与自我的存在感。OK， 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感觉还是有点距离的。这个极夜登山你就不会那么的担心天黑哦。为什么？因为本身天就会黑耶。我去。所以无所谓了，摆烂了。别这样我觉得天黑还是很危险的，我们还是要。头灯了，你放心。看这边是我们徒步的起点，我们要去的是这个，就是 H 开头的这条路线，4公里。哎呀，真棒啊，太开心了！登山就开心，有雪就开心，没有人就开心。对，完全没人。你不会觉得就是没有晴天，也没有光，不完美？来就是为了没有天、没有晴天、没有光来的。That's why we are here。刚才看到什么东西往下掉，砸我头！原来，这些小鸟在上面采松果。哦，那是松鼠啊！好吧，是鸟。你有没有觉得开始运动之后就很开心呢？好像运动就是对抗忧郁的一种方式呢。你看你的面色也越发的红润。我觉得我有点喘不过来气，我可能受不了没有光的日子。但我现在好一些了。难以想象，现在是上午11点多，结果像下午4、5点的光线一样。正常这时候应该在下撤的路上。这边长，看到这个路标了吗？像一个小金鱼哎。哦，真的，像小恐龙。有独木桥了吗？感觉走这个桥很容易摔下去。不走这个桥还会好走一点。我们的鞋都是防水的。过不去哈，从上面绕一下吧，林克斯。我是这个树。哎呦，我觉得这么高难度哦。这树老结实了。OK， 我们现在要上山了。第一个点是 Ocean View。能看到 Ocean 吗？
对啊，能看到 ocean 呢。Let's go。哇，你为什么还带了冰镐？我天，我陷进来了，腿都陷这么深，不行。我不知道路线啥样的，所以我决定去找那条。我能不能喝点水，吃点小蛋糕？可是我们走太慢了，会不会到那边去就没有光了呢？看我们现在越来越高喽，越来越开阔。你看，即使是极夜的时候，它也是留下了脚印的。这个雪其实呢还是被人踩过。我们现在差不多出发了50分钟，设置一个 deadline， 我们2点钟左右开始下车。好，我现在就是想说一下，表达一下我的感受啊，就是我们看前面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把镜头走向后面，太牛了！但人类为什么会喜欢这种氛围感呢？就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这种感觉，就有一种末日感，但是你身处其中的时候又觉得非常的浪漫。是因为你体重更轻，你的重量轻了，你怎么不限呢？哇，现在越来越开阔了哎！哇，你快过来，你快过来！你都不知道你后面有多好看。好，好。确实是重啊，确实是重啊。好，好。哎呀，你背的东西重，听我指令转。哇 ！Thanks。啊！找到宝藏。我觉得我2年前是完全没有办法欣赏这样的天气的，我只喜欢晴天。但是我现在突然能够 get 到这种美了，好像人类就会喜欢这种有点末世感的这种美。就是我感觉极夜的时候来登山会更兴奋，会不会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更疯狂，对吧？通常大家都是在有光的时候，对吧？我们这甚至连太阳都没有。你更喜欢极昼还是极夜呢？我更喜欢极夜。你怎么突然变成萝卜了？怎么插进去了？再看我的正前方，如果翻到这个坡上，应该就能看到后面的山了。然后我们决定在那边休息。再看这边呢是峡湾的末端，再往右就是无尽的大海。所以我们今天就走这儿，不要给自己上 KPI 啊。哇，好漂亮！这个云有点儿，就是糊糊的，然后糊糊的，太美好了。我会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哎，那你是什么呢？你是我的 NPC 呀。还有点苔藓。好，今年的目标达成了。今年？对。啥目标啊？看到了25年的峡湾了。虽然我们已经来了这么多次了，我还是要感叹一句：峡湾就是无敌的。再来一个这个就更无敌了。你的热水。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对于登山辛苦登山的奖励。你知道人对于相同东西在不同时候的幸福感是不一样的。哦，那蓝莓蛋糕。嘿，这个蛋糕有一个巧克力的，有一个蓝莓的，我喜欢吃蓝莓版本。谁让它被压得扁扁的？就是这种被压得扁扁的时刻才会好吃，平常根本不喜欢吃这种东西的。这个老香了。那里面是真的蓝莓哦。然后就甜甜的，配上一口热水，就是对徒步最好的嘉奖。我们总以为一次旅行应该拥有最好的天气、最完美的光影，可那些时刻往往让我不知所措。我真的有完美的记录下那些转瞬即逝的瞬间吗？直到这一次，极夜让时间慢了下来，10天就像做了一个长长的梦。我在梦里肆意遨游，不必担心醒来以后。我想我永远都会记得这种感受，并且在未来的某一天，再一次回到这里，坠入极夜。